想象。换上了新人眼光，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。我们并不一样，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。都曾无解失望，也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Go， 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，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Go， 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，执着是我们的信仰。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你喝符水和用符水洗澡也1个多礼拜了。我的心情，别人很难了解，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去解释。你怎么这么想？别人我不敢说，但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感受？我只是不忍心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些。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？神经哦你！我已经说了，我完全理解你这么做的理由。反正只要是一个机会，我也觉得去试试看没什么不好啊。你决定的，我都尊重，所以拜托你不要再瞒着不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想说，这些事情除了我自己，没有别人可以陪我去承受。我也不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受苦啊。只要你不放弃正规的医疗，你走哪一条路，我都会陪你走下去。还有，只要你不拉肚子就好了。曾老师啊，咱两个人吼，先伫遮讲好好势。今天吼最后一次啦，安尼若是感觉无啥物效果吼，以后就莫去啊啦。啊若无，大概我甲你来遮，啊你开遐尼济钱，啊你迄病吼也无医好啊，我感觉就歹势呢。欣慰妈妈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这么热心的帮助我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对了。欣慰妈妈，我跟你到这里的事，麻烦你不要跟欣慰说太多，我不想影响学生的心情。啊，这你放心啦。啊，阮欣惠甲我问的时阵哦，我就甲讲，迄个人已经搬走啊，我找无人，安尼唔就好啊？谢谢你，那我们走吧。哦，好。注跳引爆是记我技新有术海。害啊啦，害啊啦！师傅啊，你是讲什么代志害啊啦？照你的情形，会安尼起起落落，迄是因为五鬼吼，伊唔愿你放手啦。我已经感觉到，因为恁兜门口口咧等要甲你带走。带我走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活不久了吗？照你的留年甲你看起来，你的阳寿活到今年35岁。老师，赶紧走！老师啊，哎，师傅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敢无法度化解哈？办法是有啦，也毋过，只看个人的功德做了有够无够。若是无够，就要甲五鬼来讲条件。条件是什么条件？你唔着讲我清楚，看我爱安怎做啊？我会用先画一张符啊，打到恁兜门口口，阻挡五鬼先侵入。啊，毋过这是暂时的，咱来今仔保运咯。是要安怎保运啊？照这情形看起来，爱厝内查甫人亲身来捐赠着功德金1万块，才会当救你的性命。而
而且哦，我要死了，你每天啊念1000遍的心经，我快死了1万遍的佛号，表示你是诚心来忏悔。我就要死了。照你的留言，甲你看起来，你的永寿活到今年35岁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我不可以现在就离开我的孩子，他们这么小。咱来今仔保温咯。是要保温啊？照这情形看起来，爱厝内的查甫人亲身来捐赠着功德金1万块，才会当救你的性命。而且哦，你每天啊念1000遍的心经，1万遍的佛号，表示你是诚心来忏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爷要带走我的一切？妈妈，阿伟，阿凯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陪你们长大，不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活下去。正光，这些是我今天请回来的，给我们跟阿凯伟戴在身上，可以增加磁场，保护平安。你今天又去了？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刚刚好哎。阿凯、阿伟那2条，我调整一下长度。明天再给他们戴上。你待会还要洗澡，先拿下来。今天师傅还说了什么？没什么啊。就说我功德做得不错，应该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。应该？那就表示他还是不能保证一定有办法让你好起来咯。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很少回答我的学生。我不知道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习惯扮演给别人答案的角色。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聪明的解惑者。可是现在，我好希望有一个人，或是一个神，站在我面前，给我所有的疑问一个解答。只可惜到现在，那个对象并没有出现。也许答案不一定很重要啊。我的意思是，
人生很多时候本来就都是未知的啊，但是只要勇敢的走下去，就会有希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先洗澡，不要胡思乱想。睡前的药别忘了吃哦。希望？为什么我只觉得自己好像蜡烛在风里，轻轻一吹就没了？玉珍，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。怎么了？睡不着？正光，我们这个礼拜天回一趟基隆好不好？你想爸妈啦？当然好啊，先回床上睡觉啊。正光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？想不想告诉我？别说了，没关系。如果不想说就别说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好好睡觉。不管刚刚梦到什么，都不要去想它了，好不好？那只是梦，不见得代表什么意义啊。小心骑，不要骑太快。正光啊，休息一下，进来喝个茶。哦，马上就好了。玉珍最近的胃口怎么样啊？你妈妈一听说你们要回来哦，马上又跑去买菜。万一待会玉珍还是吃不下，你妈妈不知道又要多担心呢。爸，我会尽量鼓励玉珍多吃一点，她吃不下的，我会帮她吃。好在玉珍是嫁给你了，阿那伯以她的个性，遇到这场病，我都不知道她要撑到什么时候才肯去看医生。其实，玉珍很体贴，她几乎没有在我面前大哭过。我很清楚，她是怕影响我，我也尽量别让她感觉到我担心，免得她压力更大。我知道，你也很辛苦。不会啦，爸，进去喝茶。来，喝茶，喝茶。
我该怎么开口对正光说那1万块的事？他如果知道了师父预言我活不过今年，一定承受不了那种打击。他是个连死亡都怕去谈论的人，又怎么能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？爸，您放心，从你把玉珍的手交给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牵她一辈子了。这一段路虽然辛苦，可是我相信会过去的。以前玉珍总是扮演着决定者的角色，大家也习惯了信赖她，甚至依赖她。可是现在，她才是最需要支持的人。我是她先生，当然会保护她、照顾她。你知道我不善言辞，所以很多话我不说，并不表示我不会想。那些我没说的，我会用行动去证明，我是值得玉珍依靠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更放心了。谢谢你，爸，应该的。我还是很喜欢跟你在这里散步，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。希望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，还有好多好多年以后，我们都还是可以这样散步。当然可以啊，除非你抛弃我。可是，没什么好可是的，一定可以的。玉珍，我也请同事帮我询问过了，台北有一间医院的全身检查非常彻底，医疗设备都是全新的，你考虑一下，我们安排一个时间去做检查。我再想一想，我做检查做的都怕了。好吧，我不勉强你，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。不过不能拖太久，知道吗？正光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就是庙里的师父说，那间庙即将要整建，所以需要一笔资金。他们现在已经向信徒募款，筹措资金。如果可以由一家之主亲自捐献的话，不但可以改变家运，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保佑。哦，你是希望我去捐献？嗯。好啊，那你要捐多少？我领给你。你没听清楚，我说的是，必须要由一家之主亲自去捐献。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师父说，这样子除了改善家运，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。好吧，我去。那我要准备多少钱？
一户1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准备。谢谢。不要跟我说谢谢，玉珍。只要这件事能让你安心，能让你开心，我都会去做，明白吗？100天平天将下凡庭，三清独坐太上老君在眼前，一切听我令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兵天将下天庭，前山后山所有透过我来打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，嗨！天灵灵，天兵天将下凡庭。前山后是反将，也无代志。三清道果，继续努力。嘿！万里贡献，功德金。你到底找到那位客人没有啊？都这么久了。啊，就找无啊！我电话有卡去啊，结果接电话的人讲已经搬走，无带伫遐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老师都越来越瘦了，病也不知道哪时候才会好。越来越瘦，嘿，啊你都讲拢无好。妈，你说什么事情有好不好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讲哦，恁老师去看医生，吃的药无效啦。就是啊，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现在的医学明明这么进步，除非是老师故意不跟我们说他生什么病，可是这样就代表病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你莫白讲啦。好，下课。Stand up. Bow. Thank you, teacher. Thank you, students. 下课。这也太怪异了吧！你们平常不是最欣赏他的直率敢言吗？为什么碰到这种事情，却都不敢直接去问？曾老师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他现在是个病人嘛。我知道他生病了，如果你们真的为他好，是不是应该请他回家好好养病，而不是这样看着他越病越严重吧？汪老师，麻烦你进来一下好吗？好。怎么啦？黄老师，你跟曾老师比较好。这件事还是请你去关心比较适当。曾老师，他怎么了吗？黄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你常常在学校为慈济功德会募款做善事，我也很赞成。可是像曾老师这样一直在办公室念经，就太不妥当了吧？念经？曾老师会这样吗？从今天第1节下课开始，每一堂下课呢，曾老师都冲回办公室来念经。你今天上午都在校外观摩教学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不觉得他已经走火入魔了吗？不管他
是身体病了还是心理病了，我总觉得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。这也是为了他还有学生好啊。徐老师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我想，我们都不是第一天认识曾老师，他会这么做，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压力。我会想办法去了解的。黄老师，其实这学期以来，我都很想多关心一下曾老师，可是我又很怕伤到他自尊心，我都不晓得该怎么样安慰他。是啊，如果我是他，忽然间莫名其妙的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病，说不定我会比他更害怕。对呀，看到曾老师越来越憔悴，其实我也很难过。可是我反而更不敢去跟他讲话了。不要再可是了，再没有人愿意去劝阻他这种行为，我就要去跟校长反映了。因为这样下去，一定会影响到教学的。徐老师，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黄老师都已经说他会去关心了，你就不需要这么急啊。好吧，那你们就慢慢讨论要怎么关心曾老师，希望还来得及救他。徐老师，徐老师，你们知道曾老师他念的是什么经吗？好像是心经和佛号吧，反正他下课就一直念一直念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打断他。四大不异空空不异色色，即是空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现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是空空中无色。一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即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，尽无过尽灭道，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。一切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现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念尽乃至无世间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，尽无过尽灭道，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。是诸法空相不现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。黄老师，这节没课啊？是啊，我先过去了哈。好，拜拜，拜。曾老师，我这一节也没课，可以跟你聊一下吗？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没有。好吧，但是我只能聊一下下哦。每天念1000遍心经，10000遍佛号，就表示诚心忏悔。宫庙里的师父说，只有这样才能表示我的诚意，佛菩萨才会保佑我。所以我只好拼命念，拼命念。我怕得罪了佛菩萨，之前做的功德就白做了。曾老师，人在无助的时候，心情就像溺水的人，漂流在茫茫大海，看见浮木就想抓。这种过程我也经历过。几年前，我也曾经面临过人生的低潮。那段时间，我也是每天拜佛、念佛，希望能早日脱离苦海。可是，虽然我天天拜、天天念，却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振作起来。每天还是愁眉苦脸，越来越不快乐。还好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位表姐，她认识慈济师姐。她心里想，既然我想信佛，倒不如就让已经信佛的人来带领我、开导我。
也许能更快带我走出人生的低潮。那位师姐是怎么开导你？没想到那位师姐见到我以后，既没跟我说什么深奥的佛法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，佛菩萨才会保佑我等等的规矩。她只说，她接触佛法以后，她有多知足，多开心。我想，我就是被她那种无欲无求的快乐给感染的吧。也许她什么都不缺呢。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，自己虽然是一位知识分子，可是面对未知，却不得不相信，不得不去改变，不去做那些根本不会去接触的事物。面对那位师姐的时候，我跟你一样，曾经在脑海中出现过知识分子这4个字。我跟你一样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不足，可是我的情形又跟你很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因为那位师姐是种菜卖菜的菜贩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日子过得也比我辛苦。她来我家的时候，10个手指头的指甲里都还带着黑色干掉的泥土。你知道吗？他说起话来，脸上的笑容跟光彩，却让我觉得好舒服，好有气质哦。我是在那位师姐身上感受到佛法有一种能让人心安定、快乐的力量，一点都不会叫人感到丝毫害怕的啊。你说的或许有道理，可是现在的我，就好像是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，也像是一个在走钢索的人。我要面对的不只是快不快乐，而是生和死。现在我的处境，就好像是死神都已经要来敲门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别无选择。曾老师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还是很谢谢你，没有把我当成怪物，对我避之唯恐不及。还有时间，我得继续回去念佛号，有空再聊。是照见明清乃出无老死，无老死尽无父亲，每到无知，每都有所得过菩提萨埵。一波罗蜜，波罗蜜多，波心无挂碍，无挂碍空有空无有灵，电脑妄想究竟涅槃30诸佛，一波罗蜜多，舍利子，三藐三菩提，四次七公，五次七学长，七十一佛，十利子，十诸法平相不生，无共性，七人许空中，所有诸法悉数言无一生，相为诸法无眼见，乃诸为世界无明，有无明尽乃至舍利子，是诸法平相不生，无有过无尽，所得过菩提萨埵，一波罗蜜多，波心无挂碍，无挂碍空有空无有灵，电脑妄想究竟涅槃30诸佛。一波罗波罗蜜多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波罗波罗蜜多，是是是。曾老师，我想这样的安排，你一定可以胜任的。而且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。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导师的工作对现在的你来说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校长，我很感激你替我想这么多。的确，这学期以来，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导师，连我都觉得很对不起学生。不会的，曾老师，我相信你班上的同学都会体谅的。再说，你即使不当导师，你还是专任的英文老师啊。上英文课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看到班上的同学的。我了解。不过，辅导工作也需要花点时间。教务处那边已经把你每周任课的时数减少了几个小时。
我已经征询过黄翠芳老师的意见，他说只要有需要，他很乐意替你代课。好，好，既然你同意了，那我就立刻空出小办公室来当辅导室。这样一来，干扰既少又安静，你也可以充分的休息。我相信对你的健康一定会有帮助的。谢谢校长。不客气。老师，哎，新慧、文玲，进来。这里好安静哦。对啊，难怪黄老师说，老师搬到辅导室以后，病就会比较快好。我也希望。你们先坐一下，老师先把这些东西上架。老师，我们不做了，我们只是先过来看一下。我妈说，老师需要充分的休息，叫我们下课不要一直找你讲话。谢谢你们的关心哦，也帮我跟你们的家长说声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喂，辅导室你好，真光啊，我在写辅导档案啊，是学校刊物的辅导专栏要用的。既然校长好意安排我到辅导室，我当然应该在辅导方面做出一些成绩啊。我可不希望被别人说我把这里当成养病的 VIP 病房，那样就太对不起校长了。好，我知道，累了我就会休息。全身检查，我没忘啊。可是说真的，我真的好不想去哦。那些检查对我来说根本就像在受罪，有些项目也都重复做了好几次。可不可以延后1-2个礼拜？我想等辅导室都上了轨道以后再去。你已经跟医院安排好了，那就回去再说吧。拜。为什么我念了那么多佛经跟佛号，却好像还没有发挥作用呢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常见我连皆空，途中有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无见，乃至无色无有色境，无尽灭道无智无得生将无处。曾老师，曾老师，新慧妈妈，曾老师，这位吼，就是之前我跟你讲过，跟你生一样病，那个张太太啦。张太太你好，张太太，你气色看起来好好哦。对我跟你讲哦，伊个病吼完全好啊，而且身体哦愈来愈健康呢。恭喜你！你不是搬到台南吗？是回来看亲戚，还是来做头发？不是啦，张太太回来吼是为着老师你的啦。为了我？是安尼啦，曾老师，
都前一阵啊吼，阮查某孙仔甲我讲吼，阿叔来咧找我啦。我本来想讲吼，我若是有闲哦，较等于杨苗甲伊联络啦。想袂到吼，阿叔顶礼拜佫叫阮查某孙仔讲，爱按台南敲电话转来啦。哎呦，我甲你讲，早就知影吼，我都爱直接敲电话去台南找你才对。阿叔也是甲我讲吼，老师的代志啦。毋过我一听吼，我就感觉讲嗨呀啦，因为阮查某孙仔根本就无了解迄个时阵的情形啊。我是有去因供庙拜拜无毋对啦，毋过吼，以后我的病都毋是已经供啊。哈？好啦好啦，迄剩的吼，咱等下豆豆再讲啦。曾老师，张太太吼已经甲你找好迄个医生啊，嘛挂号啊，行，咱即马随来去吼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先打电话跟我先生说一下。我紧啊，到遐吼再敲电话给恁先生啊，赶，咱紧来去。来。林医师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这医生咧看病哦是足斟酌的啦。哎呦，你靠耐心一点嘛啦。无啦，我看伊安尼站在这么久呢。哎呦，安娜，迄医生哦足有经验的啦，伊哦绝对袂乌白讲的啦。伊若照过命的人哦，伊迄段哦足准的啦。安娜，安尼哦。曾老师，你的情形确实跟张太太很类似。以现在的医学名词来说啊，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导致脑神经衰弱。那我的情形很严重吗？你放心，情形虽然严重，但在我来看呢，这根本不算是什么病啊，只要对症下药，一定可以获得改善哦。真的吗？以前你接受的治疗都是注重在治标，而没有做治本，所以才会拖这么久。拖得越久，心情就越不好，心情不好就影响身体啊，这就是恶性循环啊。我有把握，你服了我的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一觉到天亮，睡眠的品质可以立刻获得改善，睡得好，睡得足。身体就有基础去应付其他的症状。那太好了，我已经失眠好久了。不过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，心病需要心药医啊，所以我们身体的很多毛病其实都跟我们的个性、情绪有关联。在服药的同时我希望你要尽量的放松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事情都要放松。好，我会尽量放松。好，那我先开3天份的药给你，3天后你再回来看诊。谢谢医师。曾老师你药爱继续吃，一定会好啦医生我嘛爱给你说一下多谢，我即摆这心脏袂安尼乌白菜啊。没问题继续服用就好啦。多谢。刘太太，多谢呢。张太太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还特地从南部跑上来一趟。莫安尼讲啦，我嘛会当转来看阮遮亲戚朋友啊。而且我听到阿叔来去电话讲到你的代志，我是安尼我着急咧，我惊你的病去耽误着呢。曾老师，歹势啦，拢是我的唔对啦。假使讲这个连医师会用甲你治好好。安尼你进前都白白吃苦啊！害你行遐尔济冤枉路，搁有你开遐尔济钱，是我唔对啦，是的啦。欣慧妈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就当做是花钱消灾嘛。你这么热心帮我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了。这应该啦。天气这么热，没啦，你不要爱吃，身体就好起来。玉珍，我先生来了。正光，他是我先生张正光。是啊，一觉到天亮，脸上也恢复血色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少骗我！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他们都破了。通常我们会梦到随身物品的碎裂，是代表物碎，人也会碎。所以你那个梦可以说是，真的是不祥之兆啊！不祥之兆。
玉珍，不是什么原因都是仪器可以检查出来的。比如说什么？那些无名的业力啊。玉珍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要皈依佛门？你怎么了？啊，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啊？真光，我终于找到救星的药了，原来它就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。既然你们都是老师，翠芳，你可以带曾老师去参加教师联谊会的活动啊。各位师兄师姐，阿弥陀佛，我是曾玉珍。我好想去见上人哦。